你能想象把姜子牙和牛顿放在一起拜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吗？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期是关于我在惠安发现的一款神奇宗教。太神奇了这些神佛我们来细数一下吧。还有这款把我转到眼冒金星的椰子船，感觉灵魂都飞出去了。在这里还能看到上个世纪华人会馆里的义气和豪情。这边是关公庙，这其实是赤兔马。欢迎来到越南的惠安古镇。我们现在要去景点了，但是走过去是有点路，而且太晒了。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这种像接驳车一样的巴士，问问看它多少钱。这个座椅太烫了吧，刚刚坐下去直接跳起来了。就想了一上来就看到好多这种酒店接驳车在招揽生意后来知道他们这种就是这个小镇里的巴士。拜拜。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寺庙叫做高台教，它是在越南的第3大宗教，就是续佛教、基督教以后的第3个大的宗教，主张万教大同，诸神共处。我们刚刚在里面看了好久，太神奇了。然后他现在里面要做法事了，好像，所以就先把我们给赶出来了。然后我简单说一下高台教最大的特色就是将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全部杂糅在一起，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可以和谐共处。但高台教也有自己最高的神，认为是他开创了宇宙，名为高台神。他的形象就是一只巨大的左眼符号，叫做公正的左眼，象征着来自神的监视和保护。然后高台教它这边的庙宇每天要有4次的诵经时间，分别是在6点、12点、18点和24点。现在中午的这场12点是最隆重的，然后现在里面有念经的声音。在拜诵时，各祭司分别穿着代表儒教的红袍，代表佛教的黄袍，代表道教的蓝袍，而信徒则身穿白袍，脱鞋进入庙宇以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面朝神坛念经诵唱。Hello， 然后他们这边是供奉现在结束了，然后我们又进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边神坛供奉的这些神佛，我们来细数一下吧。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里面有哪些人物，3秒钟以后我们揭晓答案。分别是观音、老子、释迦牟尼、李白、耶稣、姜子牙、孔子、关羽。大家猜对了吗？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就是他们除了这些神佛以外，他们还把东西方的各种圣贤都纳入了他们去供奉的一个对象。比如说有牛顿、维克多·雨果，就是写《悲惨世界》的那位，然后莎士比亚、丘吉尔、萨拉丁、孙中山等等的历代的东西方的圣贤。然后在门口呢还有高台教的3圣，你们猜是哪3个人？其中有1个人我们肯定是知道的，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高台教的3圣。从右边这位开始是越南的一位古代诗人，叫阮炳谦。然后中间这位是维克多·雨果，就是写《悲惨世界》的那一位。然后这位是我们这边大名鼎鼎的一位人物啦，大家猜一下。3、2、1，就是我们孙中山孙先生。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帽子就一直谢谢不用，大中午的就不要按摩了吧。这帽子就稍微有点风就往外吹，然后这边走走停停就能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古建筑。我们去找一下那个来远桥，这边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前面就是来远桥啦，我们去看一下。这边的几个重要的景点都集中在这块区域，所以人特别多。
这座桥以前叫做日本桥，现在叫来远桥。它是1593年的时候由日本的商会建立的，它是在猴年建造，狗年完工。等会儿我们可以在桥的两边看到一个猴头和狗头。然后当时是为了连接华人和日本人落户的两个街区。这就是猴子的雕像，是在猴年开工，在狗年完成。去看一下狗狗。合影一张，来远桥吧。在日本桥的旁边就是这个叫广照会馆，然后它这边几个有名的会馆和老宅都是要买一个套票的，好像5个地方是1张票。我对那种老宅老建筑还是蛮感兴趣的。我们现在在买票，套票是5个会馆，然后是12万一个人，相当于30几块钱一个人吧，可以看5个馆，还不错。我要买到票啦，34块钱人民币一个人，可以看5个会馆。大家都在这边很开心的拍照，然后再看这边3位的眼神。这些人天天在那干啥玩意儿呢？大哥，那是拍游客照的。这个会馆呢是当年早期的时候在越南的两广地区的华人建立的，然后它主要供奉的是关二爷，也供奉天后和财神爷。因为里边不能拍嘛，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出来了，人太多太多了，可能是因为它靠近日本桥的关系，地理位置特别好。大家看的首要的馆就是这个吧，然后团队特别多。我们去看一下剩下的4个馆吧。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老房子，是我昨天路过的时候看到的，觉得好有意思的。然后导航导着，让我往这么小的一个路里面走。好像出来就是了，我找半天找不到。对了，就是这个家。这家昨天注意到它是因为旅游团特别多，那应该就没错了。3波旅游团进去了，让我等一会儿。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联票嘛，它能用。那如果你没有买票呢，你就捐赠，它有个捐赠箱。那我说捐赠多少钱，他说随便你。我跟你们讲哦，这里很赞，但是它的分数低的理由，大概就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永远是这样子的。好像还有一波旅游团要往里面冲。这个房子我查下来，他说有住了8代人，然后第8代的人他还在这里居住着，所以这边还是有人住的这个。他这边之前有一次大水的时候淹没了他的房子，我拍一下。当年好严重哦，它淹没了整个1楼。把这个倒下去。然后它这边就流出来了，哎呀 ！Careful, be careful. Sorry. 是倒马。倒马。然后倒的太满了，它就自己流出来了。听说是这边是以龙为主题的一些雕塑，是这边比较有名的。那我看到有很多植物啊，都是好多盆栽，好香啊！这个福建会馆非常的精美，然后它上面的这些香，好好闻哦，有一股就是檀香扇的那个味道。好，现在太阳开始要下山了，然后我们发现基本上好的几个会馆全关掉了，所以我们还有2次机会，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用啊？刚才问当地人，他英文也不太好，
我再问问看售票部吧。我们到了菜场区域了，我们想去的关帝庙也在这个菜场旁边。这边是关公庙，然后这边就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一个图像。这批是赤兔马，这是一尊观音娘娘。这位是谁？有认识的吗？哇，好厉害哦！这座关帝庙呢，它是建于1653年，也就是17世纪了，哦，这好久远啊！它是由当时的明乡人，也就是华人明朝的移民和越南人一起建造的。然后它在当地被称为男人庙。然后在前殿的地方呢，就是都是供奉的跟关羽相关的那些壁画啊、一些肖像之类的。然后后殿这边是供奉的都是佛教相关的菩萨，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我还看到三藏法师。我对这里的一个感触就是很神奇，就不像是我生活的那个时空，就很像是在看小时候的香港电影里的场景一样。trong vắt ngân lên từ đôi bàn tay em từng nhịp bằng chắc bao cung bậc đàn sen. Lucky,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How old? How old? Oh, Lucky. okay. How much? 20. 啊，15万啊，5万块钱2个人。5万块钱2个人就是5 OK 万元。哎，Popolo. Okay. Popolo 先见。Cat? 看看。Cat? 哎呦，Yeah, okay, I like cat. ，Rabbit. I like cat. 但是生肖里面有 cat 吗？你们说超搞笑的。这个地方因为我超想来看嘛，然后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买门票，然后我们的联票又没有办法用，然后这个就跟门口的就管票的老爷爷问了一下，哪里买票，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带我到旁边去，让我就是捐赠了一下，反正钱不多，然后就给我一个生肖，看得见这个生肖吗？是一个猫哎，然后我数了一下，它确实也是12个生肖。那为什么会有猫？我就发现他们这边把老虎都换成猫了，就没有 tiger， 只有 cat， 太可爱了。那我就要这个吧。这家叫明香华仙堂，好像在网上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点，然后联票也不能用嘛，所以它人很少，我还蛮喜欢这里的。它非常华丽，很多东西都是老的，就还有味道，蛮好的。这边老爷爷蛮可爱的。今天又来我们第一天来惠安的这家吃饭了。烧肉面像是这种乌冬面，然后今天点了炒面呢，不管是炒的还是拌的，都很好吃。就是这个照片上虾仁好像比这个大一点啊。以食物为准。我们点了一个之前吃过的东西，就这个烤肉，然后包这个米纸。我们在上一站的大乐吃过这个，但是没有它烤，只有它还给这种酸菜，是吧？这样吧。然后再放点这个薄荷给的还蛮少的吧，放这个。哎，然后上次没有这个应该是很好吃的。蛮好吃，喝点热汤顺一顺。我们发现这条路晚上变成步行街了，走走吧。好开心啊，没有租动车了。Hello， 早上好，今天又是好晒的一天啊，这个惠安。然后今天我们打算去参加一个他们的活动，就是叫椰子船，非常颠的，在网上能看到那种在转的那种船啊，我觉得感觉会晕船吗？这里真的会让我想起这种水上乐园的漂流。哦，这边在滑啊，现在我搭档问一下现场什么价格哦。
啊个十百千万10万20万。 ，20万。这样子，我先给他看12万，看看他肯不肯。个十百千万12万 ，OK。他不肯，但是如果熬夜，我估计他也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的，然后去前面的家看看吧。再问问 OK， ，Thank you。他不肯，不肯就算了。我估计是低于平均价了。你看你走了，他肯了，你看到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那家吧，说好多少钱就多少钱。 3万，这边3万不是3万。 Yeah, so One people? Astron fee from coconut like not including portable. 而且很复杂哎，他是说了一堆规则，包括船呐、什么的这种。这里只要碰上一个人，都恨不得能做你生意。你坚定拒绝他就 OK 啦。这边你只要路过一个人，他就会抓住你。刚才就是问了一个人，问他开20万，我说那12万可以吗？他想了一会儿。 不可以，然后我们走了，他说又可以了，但是又给我们看了一张纸，这张纸上面写着就是不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我就知道后面肯定要加价的。反正你挑战当地的最低价格，最后会反噬的，说不定付出去的钱更多。我们到了我们想要来的这一家了，就是昨天跟他在网上聊好的。然后这一家我发现是最不积极的，我们已经到他店里面了，完全没有任何人来招呼。 是不是就说明应该不会坑人的？我来东南亚旅游这么多天了，怎么样防止上当？我找到一个办法，看面相。如果面相很凶神恶煞的，你就不要进；如果面相比较好的，然后是比较温柔的女生，或者是人比较好的男人也可以，我就会觉得对他放心一点。店主出现了。店主眉清目秀的，应该很不错人。我们2个人一个团是吗？那他会帮我们转吗？但是这外面有活动，你们可以看表演船，可以看鱼丸但是你们想转船，你们换船，你们给费他。不是给他。不是给他。船夫给我们1人1顶帽子，好贴心哦。这是我们的船夫 ，Hello。 Anh nhìn thoăn thoắt âm thanh trong vắt ngân lên từ đôi bàn tay em từng nhịp bằng chắc bao cung. 然后刚才跟那个会一点中文的小姑娘沟通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辆船它只能是划船，它不会转船。到了那边看到这种能转的船，再给他10万费用，然后他帮我们转，10万是1个人的费用，这样子。 刚船夫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越南，一般这种情况下，你绝对不可以讲是第一次，任何地方你都说你来了3次以上了，这样子他们就不太能坑你。刚才我自己转了2圈，我们船夫就很慌，也就是说他可能应该是不会转船的吧。那边转得非常嗨，就是他要在保证不把你转下去的情况下，还能转得起来，对吗？Can you do this? Me? Yes. Sorry. 他做不了这个，这是不是要考证呢？考不出证不能上岗。Over there. OK, over Over there. there and fill in. OK. 不下去了，你下去干嘛？好像又到了一个拍照点了。到了一个拍照点。我们有手机啊。No photo, no photo. Hello, hello. 可以了。OK, let's go. 来，现场就给小飞，让他开心开心。我们的船夫一直不太振作。对。给他一张大票子吧。好，给他一个5万块钱。Thank you。OK，谢谢。给他个5万块钱。中国人是大方的。中国人是大方的。老板娘早啊，老板 number one。I just say 马列蒂。马列蒂。OK， 马列蒂。哦，这边很热闹了耶，看看哦。背景音。他沉进水了，你看。传过来走，对。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啊。
OK。我跟你说，什么叫眼冒金星，你知道吗？我感觉被虐了。就他那个转的时候，我感觉手根本抓不牢，整个人要飞出去了。然后就开始什么叫眼冒金星，就我头上有小鸟。但我很希望他帮我，就是逆着再转一下，把我转回来，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了。貌似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深水区，所以要穿这个衣服。然后那边现在超级嗨的。本来我整场最期待的是这个转嘛。转完以后就是一转一个不吱声，灵魂都飞出去了。啊，转完上来了，我到现在都是在反，胃里在反。然后先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我可以表情管理，我可以很酷。然后转到后来就不行啦，开始叫出来了。叫到后来就整个灵魂，就感觉我的灵魂就是被他这样转出去了。就前后左右上下全部都不知道，但可以了，然后他再停啊，这个体验过可以了，是蛮嗨的。他们已经努力了，又是唱卡拉 OK， 玩各种就是这种划船的这种转船的这个秀，他们已经把能玩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了啊，喝个椰子压压惊。Hello， 我们又出来了啊，休整了一下。然后现在头已经不晕了，然后我换了件衣服，做了个指甲，跟自己衣服颜色一模一样。然后我现在去吃点甜品吧，有一个荷花的一个咖啡，好像是这边一个蛮受欢迎的一个饮品，我一直看到排长队，如果不排队的话，我就去买一下，跟我的指甲同款。我现在进了一家很小的巷子，然后旁边是农舍里面的法式建筑。吓死我了。OK。我小时候被3只小鹿犬一起就是追过，太恐怖了，3只连番的去想要来攻击你，虽然那么小，成群结队的就胆子特别大，守护一方平安又不让你过，被狗咬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đôi bàn tay em từng nhịp bằng chắc bao cung bậc đàn sen tựa lời ru êm đềm cùng ngân son sắt nghe tiếng khen chào duyên chẳng thể nào đứng yên đêm thành phố tiếng công chiêng走，来到里面吃，不错，是越南的感觉。这杯网红饮料才18000，就是人民币5块钱。我们找了一家非常漂亮的巧克力店来工作一会儿。本来想去星巴克办公的，后来发现这家店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就知道那价格肯定蛮贵的。一看大概也是30几块钱一杯饮料吧。但是我很爱喝冰巧克力嘛，所以这里很合适。然后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好舒服啊，还能充电。上次喝巧克力是在曼谷街区吗？我忘了，很好喝。对，曼谷街。这不知道怎么样。喝哦，好好喝。你们喝点巧克力的，点什么冰美式？他这边我看他好像是个巧克力工坊，自己做巧克力的。哦，还有一件事我刚发现，就是他这里有2台空调，让我想起，好像最近进的咖啡馆都没有空调嘛。对，惠安很多咖啡都没有空调的啊。然后现在夕阳已经照在脸上了，我们去找晚饭吧。我们又来这附近吃晚饭了哦。然后看到这个嘛，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旅游集散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们这边有一家店，再往前还有一家店，也都挺有名的，分数都很高。
也就是说这里聚集了好几家分数很高的店，然后店员居然记得我昨天来过，因为我昨天冲上去说我排在前面的，你让人家先进去了，他就估计对我印象很深。那我们今天是在惠安的最后一天，然后照例要吃点好的吧。今天我们豪一下，吃个炒菜吧。我们点了3个菜中的2个大菜，先看这个，这个是1/4烤鸭，感觉超级多，有没有？而且它就默认给了我们腿耶。那如果拿到上装的1/4的人，不是要哭死啊！然后就是这个啦，这个是他们这里的各种名小吃的拼盘。这个应该炸春卷，然后就白玫瑰，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哎，就一直都会有的一个脆脆的惠安披萨，芒果沙拉，是吧？然后那个就春卷，然后也不是很肥感觉。哦，鸭肉好香啊！这个是不是惠安小吃之一炸云吞啊？它很像是广式点心里的烧麦的那个组。最好吃的是回啊。哎，这里不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老房子好漂亮，里边咖啡，然后咖啡就10几块一杯，好便宜。然后再走2步，哇，又是一个咖啡。然后来了时间长了，都觉得都已经很正常了。豪宅15块一杯，然后普通的小门小户的10块钱一杯，差不多这样，就 CP 值还蛮高的，蛮开心的。然后连老宅就感觉都不稀奇了。还有一个就是惠安这边的庙啊、祠堂啊这种就超级多，还有华人会馆，但当然很多有名的都是要收钱的嘛，而且没有名气的也要收钱。画套票事情要说一下吗？说吧。套票是12万是吗？12万，对，套票12万看5个馆。但如果你自己去，你说我没有买票，他会说你捐赠一下，捐赠的话大概2万就好了。所以这个算数，算一下。那今天晚上先这样吧，然后后面我们一站是要去河内，那明天还有半天。那先这样，晚安，拜拜。Đêm mùa đông tĩnh lặng, ngồi bên em thật lâu. Bên bờ cát trắng ngần, nhìn ra xa ngoài khơi. Bỗng một tiếng vỡ òa, trời cao như rừng sáng.